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没想到这个老师竟然让我们出来打球，怪怪的。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。特别？他哪里特别啊？速度，速度，快点，快点，手抬高一点。速度，速度，跟得上，跟得上。大家不要被这些不念书的男生影响上课秩序。如果你们跟他们一样每天嘻嘻哈哈，不认真上课，将来一点前途都没有。你刚刚是不是有侮辱了球员？我有吗？刚刚学生都跟我说了，就算你瞧不起篮球队，你也不应该这样批评篮球队的队员。你拿说话这么直接，你难道不知道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会读书了不起啊？难道在你眼中只有会读书的孩子才是好学生吗？速度，速度，垫步要上去啊！速度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！力量在哪？速度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速度快！手高一点，高一点！哎，很好。哎，方老师，我的球员有爱到你了吗？没有。其实我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教练说声对不起。我知道以前我对球队有偏见，或许应该说我是对功课不好的孩子有偏见。可是最近我跟后段班的学生接触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孩子啊，他们的天赋各有所长，功课不好也不是一无可取。喜欢运动呢，更不是一件坏事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说话比较过分，请你原谅我的无知。方老师，以前的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老师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不懂哎，为什么老师要叫我来浇水？他有没有活，很重要吗？因为老师觉得，不管是一棵植物还是一个人，都不应该被放弃。就像你一样。我？你打架、抽烟，还勒索同学，老师说的没错吧？之前别人都会跟老师说，廖志雄很坏，
廖志雄没救了。可是我发现，其实你的本性不坏，相反的，老师觉得你是一个有正义感，而且乐于帮助人的好孩子，只是做事比较冲动了一点。你看这个盆栽，只不过浇了1天的水，它就恢复了生气。所以老师在想，你能不能也像这个盆栽一样，重新再来一次？答应老师，不管以后我有没有继续教你，你都要越来越进步，知道吗？喂，李师姐啊，真的吗？但是我今天不行哎，明天我也要补习，明天可能也没有办法哦。不好意思啊，再见。补习是为了要补贴家用吗？可是现在啊，已经比之前好多了。以前星期六跟星期日我都是从早到晚，一忙起来啊，连吃饭跟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那你现在应该可以不用这么累了吧？你不是说你2个小孩出国读书的钱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你现在应该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把空出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的亲子关系。或者是近似语的教学经验啊，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啊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我晚餐准备好了，你去招呼爸妈吃饭，我先上楼补习。哦，好。凯琳。我在想，下学期开始我把补习班收起来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收起来？你为什么突然要把补习班收起来啊？算了，我再想想看好了，我先上楼补习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许愿啊！来，我们来切蛋糕。这个蛋糕我可是花了1个下午时间特地为你做的哦。来，姐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照顾你是应该的啊。David 没来。他昨天回香港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
他不会回来了。他毕业了，回去找工作。那他不回来，你怎么办？不怎么办呢？来，吃蛋糕。哦。不好吃也要吃光哦。嗯。姐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啊？小明，我想要去香港找 David。哈？那学校怎么办？你要去多久？学校就请假吧，反正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现在只想跟他在一起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我一天不见到他。我可以不上课，可是我真的不能没看到他。姐。我们出国是为了完成学业。如果爸妈知道你为了大卫而翘课去香港，他们一定很生气的。我警告你，你现在不要跟我说教。我不是。反正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。如果你敢跟爸妈讲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你翻脸的。姐，你听我说。我要去睡觉了。一大早就滴滴答答，这算什么？你来算娃娃跟小明的学费是不是没有问题？这些钱啊，应该够他们这几年花用。看起来我可以安心的把补习班收起来了。收补习班的事，你真的当真哦？这几天我有认真考虑过，我还是决定把它收起来。你不会有意见吧？我当然没有意见啊，我只是怕你闲不下来吧。我啊，可能会比现在还忙呢，因为我已经打电话跟洪师姐说，我决定把补习班收起来了，以后晚上的活动我都会去参加哦。什么嘛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别人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嘞。喂，稍等一下，电话。喂，哦，王家辉啊，我已经很久不打牌了，不用找我了吧？今天是假日，我得先看看家里有没有事啊。你请他们来家里打牌吧。等一下，你自己说的哦，是你请他们到家里来打牌的。是我说的。喂，黄家辉哦，你大嫂说叫你们到家里来打牌，其他人联络一下，我在家里等你们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先去超市买点菜跟水果，还有点心回来。你去烧一壶热水，等他们来就可以泡茶了。赚钱啊，一个，好。大家先喝杯茶，我去切点水果出来给你们吃哦。谢谢嫂子，谢谢啊。嫂子今天没事吧？啊？哎，怎么会今天主动邀我们来家里头打麻将啊？哎，今天要是打晚了，嫂子该不会不高兴摆臭脸吧？你们也真是的，难得他找大家到家里来打牌，不会有事的啦。好，没事就好啊，来，打麻将一直是凯琳的兴趣。我知道要她不打牌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但是以前我不懂得改变自己的态度，只要她说打牌，我就开始对她发脾气。
当我学着改变自己对打牌这件事的态度与处理方式，确实也拉近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。也因为我的改变，凯琳开始会站在我的立场，多替我设想。她还主动减少打牌的次数，而我也学会转念，欢迎她邀朋友到家里来打牌。除了可以替她准备营养均衡的饭菜外，也可以促进她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关系。没关系，我帮你们加点热水，你们慢慢玩，晚一点饿了还有宵夜可以吃哦。谢谢嫂子。痛哎，你真的很幸福哎，情侣。师父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要改变别人，就要先改变自己。自己改变之后，真的会影响到身边的人。开车小心啊！好，没问题。再见，早点休息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打得有点晚。王家辉啊，连赢12把，太夸张了，不然早就打完了。很累吗？我看啊，你以后还是把高尔夫球当做你的休闲活动，这样还可以锻炼身体耶。也是。好啦，你累了，赶快上去洗澡，准备睡觉，这里我来收就可以了。2个人收比较快啊。不用啦，你赶快去，来，给我，去吧。好，那我先上去。收掉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放心，没什么事，我只是觉得是时候了。可是这时候收掉很可惜耶，都经营这么多年的知名度也打出来了，你这样收掉会少赚很多钱哦。再说，如果他们在国外不是很需要用钱吗？这些问题啊，我都有想过，也安排好了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，我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赚钱，可是我却没有存到什么钱。俗话不是说，钱啊是4只脚，人呢只有2只脚，2只脚啊永远追不上4只脚的。当你越想追求的时候，就越追求不到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真的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赚钱吗？还是我应该要为孩子多做点什么事？师父说，老师要当学生的模。这句话我想了很久，也检讨了很久。我在想，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做到学生的典范？还有，在要求学生之余，我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，去做好所有的事情呢？美人，我觉得你加入慈济之后，真的改变好多。你说的那些话我是听不懂啊，但我知道，我还是想多赚点钱。这是新的简报文章跟金丝鱼。对啊，我觉得啊，这些文章很好，所以想要拿给同学分享。啊，对了，下礼拜啊，我们要到博爱院去做关怀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你不要找我，我要补习赚钱。那月底教联会会有座谈会，你来参加吧。到时候再说啦，哈。
你一回家就忙到现在，在忙什么？我在看一个转学生的资料。娃娃今天写信回来，你看一下。娃娃最近常常不在，好几次我打电话过去，都只有跟小明说到话。本来啊，我也有点担心，但是后来看了信之后啊，就放心不少。信里面看起来，娃娃生活过得不错，跟同学也相处得很好。他常跟同学一起研究功课，一起出去吃饭。我想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。可能是我多虑了，也许是因为娃娃之前在澳洲的表现，所以我多少对他有点不放心。我想啊，娃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你就不要想太多了。Hello， 小明，姐，我刚到香港，爸妈有打电话找你吗？我有打回家，爸妈都有问到你的事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不是说我刚到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要回去。姚德明，我警告你哦，你不准跟爸妈打小报告，知道吗？可是我……好了啦，我现在要跟 David 碰面了，你有事再打电话到饭店找我，拜拜。姐。美人，昨天要提醒你说，今天从南部转向的转学生会到你班上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之前主任有跟我说过。资料我放在你桌上了，谢谢。我上课去了啊。待会见。待会见。你是林雅慧吗？上课了，怎么不进教室呢？来，跟老师进来。老师好。同学好，请坐。各位同学，这位呢是林雅慧同学，她刚从南部转学上来，以后大家要跟她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刚转学过来，如果课业上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发问哈。来，你先去坐窗边那个空位。好，其他的同学来，我们把课本打开。Strong, win, often, snow, snowy, blow, rain, season, summer, temperature. 林雅慧，老师好。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？还没有认识班上的同学，可以一起回家吗？你要跟同学们做朋友，主动一点跟他们说话，知道吗？第一天来上课还习惯吧？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来找老师沟通哦。老师看过你的转学资料，你从小在南部长大，来台北如果有不适应的地方，老师，
时间很晚了，我想先回家。啊，老师再见。再见。不喜欢台北的家，回到家一个人也没有。我还是喜欢乡下。我好想念阿嬷。你们要的东西我都买回来了。谢谢。雅慧，去那么久啊？哇，好热。那雅慧，你去帮我们拿饮料好不好？好啦，去啦，拜托了。林雅慧一直帮我们买东西，然后我们又不跟她玩，会不会太可怜啦？可是她自己说她的零用钱很多，要请客的，又不是我们逼她的。我是觉得她很可怜啦。算了，反正她平常又不跟我们聊天。对啊，所以才没有人要跟她做朋友。生意真好，促销打折啊，可以吸引客人。可是，一整天下来啊，累死了。趁现在能多赚就多赚，我看礼拜天不要休息也来营业。好啊。爸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不是说好了我们晚一点回来吗？可是老师说家庭联络簿要家长签名。等一下，我把印章拿给你，以后你自己盖就好了。我先去洗澡了。来，雅慧来。这500块你拿着，喜欢吃什么呢？自个去买啊。妈，我们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回乡下？我很想念阿嬷。我们每天开店那么忙呢，你刚刚没听到你爸爸讲，礼拜6、礼拜天还要开店呢，我们哪有时间去啊？可是这里的学校功课教得很快，考试又很多，我根本背不完。那你要用功啊。可是。好啦，不要再可是啦。我们明天还要开店，我要准备睡觉了，你也早一点睡哈，乖。林雅慧，班长。早自习了，你还站在这边干嘛啊？今天要英文小考哦，赶快进去，我要去发考卷了。大家把书收起来，我们要开始考试喽。报告。老师，这是今天早自习英文小考的考卷。谢谢。对了，请问今天林雅慧有向老师请假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今天早上我还看到她站在教室门外，可是后来她没进教室就走了。走了？回家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，有向老师请假。老师知道了，谢谢。你先回教室吧。
了，这个99啦，这119，这个2包送1包，划算了。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班长说看到你在教室外面，可是为什么后来没有进教室早自习呢？你今天不打算去学校了吗？是不是刚转来台北，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？怎么了？有什么委屈你跟老师说啊？怎么哭了呢？老师，今天我没去上课的事情，学校会处罚我吗？你会跟我爸妈说吗？你不要紧张，老师来找你，不是要处罚你，或是责骂你，老师是担心你的安全。我不知道你没有去学校会跑到哪里去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？老师现在找到你，看到你平安没事，我就放心啦。可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，你要不要告诉老师，为什么你没有去上课呢？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你如果不想讲，老师不勉强你。你不想用说的，以后你可以透过家庭联络部跟老师沟通，好吗？跟老师回学校吧，不管有什么问题，老师都会帮你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走吧。和同学的往来仍然很生疏，虽然经常请客，但仍然没交到好朋友。要多和同学聊天相处，请客并不能得到友谊，请家长留意孩子用钱。功课依旧落后，想念阿嬷。台北虽然是我真正的家，我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。越来越觉得留在台北生活真的很痛苦。如果继续勉强我留在台北，我宁愿自杀。台北苦闷的，让我想自杀。你先睡吧，我要下楼去打电话给学生的家长。怎么了？又有问题学生啊？其实也不算，在转学之前，他的功课还不错。我想啊，可能是因为个性比较内向，不多话，所以就算他花钱请同学吃东西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跟他做朋友。本来啊，我是想透过联络部多了解他，没想到他今天竟然在联络部里面写他想自杀。自杀？这个年纪的小孩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？我在想，他可能真的很寂寞吧。可是我不了解的是，他的父母看到联络部，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清楚啊，我只知道他父母在做生意，好像很忙，所以我才想联络他们，
能不能安排个家庭访问，好找出这孩子的问题？但你动作要快，避免遗憾发生。你先睡吧。喂，请问林火旺先生在吗？啊，我就是。请问您是哪位？你好，我是林雅慧的导师。啊，老师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子，我想要跟您约个时间到家里做家庭访问，聊一聊雅慧的事。家庭访问啊？请问我们雅慧怎么了吗？我有在联络簿上写一些注意事项，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？因为做生意太忙了，所以我把印章交给雅慧，叫她自己在联络簿上盖章。难怪雅慧写的那些话，你们都没有看到。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林先生，请您无论如何抽空让我去拜访好吗？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亲自跟你聊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请你先不要责骂雅慧。她这个孩子的个性内向又敏感，所以我想等见面之后再当面跟你聊她的情况。好吧，那不然我们明天早点收店回家，麻烦老师跑一趟好了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就明天见面再聊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打扰你。好，再见。老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你是不是觉得很寂寞，很想念乡下的阿嬷跟朋友？老师看你联络簿上写很想念乡下的阿嬷，还常提到乡下一起玩的朋友，所以我猜你应该很想念他们。昨天我看到你在联络簿上写你想自杀，是因为心情不好吗？不是，老师，我真的很想自杀。我只是没有勇气。思念阿嬷跟朋友，你可以利用放假的时候回去看他们，也可以平常就打电话给他们啊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好的念头呢？从联络簿上，老师知道你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。之前老师不是有跟你说，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告诉老师吗？你就把老师当作你的朋友，把烦恼跟朋友说，好吗？老师，你可不可以跟我爸妈讲一下，让我回乡下好不好？从小我跟阿嬷最亲，我只知道我爸妈每天工作很忙，他们跟阿嬷说要来台北念书，会来好好照顾我，可是他们只会给我很多钱，要我自己买来吃。我每一天一个人在家，有时候我怀疑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小孩。老师，我真的很不快乐。请喝水，谢谢。老师，你说一定要来拜访我们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我们雅慧在学校里不乖啊？老师，如果她功课退步的话，你尽量骂她、打她没关系。我们生意太忙了，这管教的事情啊，老师您多费心了。其实
我本来是想透过联络部来跟你们沟通雅慧的状况，可是我昨天才发现，原来雅慧都自己拿印章盖联络部，难怪我写的一些话你们都没有看到。雅慧最近心情不好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雅慧这2天在联络簿上写的内容。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惊讶，这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这孩子怎么搞的？自杀这2个字可以随便乱写的吗？我问过他了，他的确有这个念头，但是没有勇气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赶快介入的话，我担心会有遗憾发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要来拜访你们的原因。这孩子啊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们夫妻2个每天拼命做生意赚钱，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他。林先生，你不要生气，先听我说。我们做父母的，除了让孩子有物质生活的享受，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精神上的满足，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，更需要父母的陪伴。就拿我跟我女儿的例子来说，以前我拼命补习赚钱，为的也是给我的孩子们有很好的物质享受，结果过于忙碌，反而忽略我女儿青春期成长上的转变。当时我只会责骂她不够努力认真，却没有体会她内心的感受。我想雅慧现在一定也有很多适应不良的问题，可是却不知道怎么解决。这种状况她从来没提过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有问题，她很少跟我们沟通的。我想雅慧一定有跟你们透露一些烦恼的求救讯息，可能是因为你们太忙太累，没有接收到而已。我没想到雅慧有这么大的困扰。我本来只想说，度过这转学的期间，过了就没事了。没想到雅慧居然想去自杀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2位先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初步跟雅慧沟通过了。也许是因为离开熟悉的乡下，转学到新的环境，难免她比较会胡思乱想。所以，如果时间允许，我希望2位适时的让雅慧到店里面帮忙。一方面，她不会经常一个人孤单的在家；另一方面，她也可以了解到你们为孩子奋斗的辛苦。还有，我不赞成你们给他太多零用钱，因为这样会让孩子不知道怎么支配金钱，反而会造成金钱观念上的偏差。经过沟通，雅慧的爸妈2人重新分配工作时间，主动跟雅慧互动。假日也开始让她到店里帮忙。慢慢的，雅慧的功课和人际关系都有了改善，这孩子的功课也跟上了进度，上课也不再望着窗外。后来几次去拜访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的家庭气氛和乐多了。而林妈妈也在闲聊当中知道我是慈济人之后，除了每个月捐功德款之外，有空也会到环保站做志工。这个意外的生活让我又惊又喜，没想到这样的家访不但度了一个学生，也帮师父度了一个有心人。
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雨是褪色的烟火，雨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